乱，这就是要互相伤害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训练课表 Tempo Endurance 2。这个课表专门设计来提升公路车骑手的爬坡能力，分成4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训练目标和效果。让我们一步步来解析这个课表，并详细说明它的训练效果、当下的生理变化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。第一阶段主要是热身，这个阶段包括6个3分钟的间隔，从 45% 的 FTP 开始，逐渐增加到 50%、58%、68%、78%，然后再降到 48%。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让身体慢慢进入运动状态，逐渐提升心率和血液循环，让肌肉和关节预热。透过这样的渐进式强度增加，我们可以有效避免运动伤害，同时让心肺系统和肌肉做好准备，以应对接下来更高强度的训练。在这个阶段，骑手会感受到心跳逐渐加速，呼吸变得更深，这是身体逐渐进入运动模式的讯号。一开始的热身就是顺顺的踩，踏频维持在不低于80 RPM 的状况下，慢慢的让身体热起来。不过这个课表对于我来说太早进入 Z3， 但还是勉勉强强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。至少前面已经热身了12分钟。第二阶段是耐力训练，这个阶段有3组8分钟的间隔，功率设定在 83% 的 FTP， 踏频保持在80 RPM， 每组之间有6分钟的 55% 的 FTP 恢复骑行。这样的训练设计是为了模拟长时间的爬坡挑战，提高肌肉的耐力和心肺系统的持久力。 83% 的 FTP 的强度会让肌肉开始感受到显著的压力，这时候身体会动用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物质来维持高强度的输出，而6分钟的恢复期则让心跳和呼吸稍微平稳下来，但仍然保持在运动状态，这样可以有效清除乳酸，减少肌肉疲劳。在这个阶段，骑手需要特别注意控制呼吸和节奏，保持稳定的踏频，以确保能够完成每一组高强度训练。这阶段训练难点在于要稳稳地保持住踏频，踏频保持不住，心跳就会开始有波动，而且还会额外多消耗能量。3组的 C3 勉强还算能维持住一定的平衡，再来一组的话，应该就维持不住了。第3阶段专注于提高爆发力和短时间内的高强度耐力。这阶段包括5组1分钟的高强度间歇，设定在 85% 到 90% 的 FTP， 踏频保持在105，每组间有1分半钟的 55% 的 FTP 恢复骑行。这样设计可以训练快速调用肌肉和心肺系统，以应对比赛中的突发情况，如短时间的冲刺或超越对手。高踏频也有助于提高踩踏的效率和速度。每次1分钟的高强度骑行会让心跳迅速加速，肌肉感受到强烈的酸痛感。这正是训练的目的，通过不断挑战极限，让身体逐渐适应高强度负荷。这个阶段5组1分钟田区，体力虽然还没耗尽，但是那个节奏点实在很难抓，到了第5组才勉强有抓到。然而踏频也实在维持不住，波动起伏太大，无谓的又消耗掉太多体力，还要多加练习才行。第4阶段是训练课表的冷却阶段，这个阶段共有3组1分40秒的低强度骑行，功率从 50% 逐渐降低到 46% 的 FTP。这个阶段的设计目的是让身体逐渐恢复平静，
将心跳和呼吸慢慢降回正常水平。低强度的骑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带走肌肉中的乳酸和其他代谢废物，减少运动后的肌肉酸痛和僵硬感。在这个阶段，应该要放松身体，注意深呼吸，让身体彻底放松下来。最后的冷却，就卧下吧，稍稍提高一下踏频，到了最后一组才慢下来，让心跳回到130的区段。最后，这个课表的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训练目标和效果，通过科学的设计，逐步提升骑手的耐力、爆发力和恢复能力。希望这个 Tempo Endurance 2课表能帮助大家在未来的骑行中达到更高的水平，无论是面对比赛还是日常训练，都能更有信心地应对各种挑战。总之，这个课表体力还够用，就是技巧不足。休息日要适时地排入这类技巧练习的课表。另外，第2周的课表完成后，外骑有明显感觉到平路上 Z3 的维持时间拉长了。爬坡的部分，目前也只爬过福德坑的短坡，不能当参考，要爬长坡才能知道到底有没有进步。课表的说明就到这结束了，感谢您耐心的观看，记得订阅和点赞及分享支持我们的频道，下次见。你拉倒我，我把心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这就是互相伤害。
相伤害。你拉抱我，我巴适你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你拉倒我，我巴适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这就是互相伤害。天不期待着我们来约旦，出航站约旦，50约旦，两个大男人谈什么谈？谈谈天气太无趣，谈谈发酵太超过，谈什么谈？谈天气太无趣，谈谈发酵太超过，谈什么谈？伙伴要珍惜，珍惜的方式就是互相伤害。期待着就是要互相伤害。你拉抱我，我巴适你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一马天不期待着我们来约旦，出航站约旦，50约旦，两个大男人谈什么谈？谈谈天气太无趣，谈谈发酵太超过，谈什么谈？谈天气太无趣，谈谈发酵太超过，谈什么谈？伙伴要珍惜，珍惜的方式就是互相伤害。期待着就是要互相伤害。你拉抱我，我巴适你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情感这就是要互相伤害。你拉抱我，我巴适你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情感这就是要互相伤害。你拉倒我巴适，这就是互相伤害。